是。你确定？确定，我专门交代过了。我要是喝到有糖的咖啡，我可是会。哎，嘉欣，没想到你平时默默作声的，私底下还挺开放的。哎，作为同事的我们很关心你找到一个什么样的老公啊？说说看，你这老公家境怎么样？这婚姻房是买的中环的还是内环的？对，跟我们说说嘛。哎呀，嘉欣平时帮你们端茶送水的，别光忙着口头关心是吧？还不来点实际的。说吧，嘉欣结婚，你们包多少红包啊？哎，结婚啊？那作为同事肯定要意思意思的嘛。那就300。哎呀，包什么包呀？他又没办酒席，不用包了。不包啦，红包你都不包啦？哎呦，嘉欣平时跑腿费都好几千了吧？你连个红包都不包，那也行哈。你欠他的钱，换你帮他跑腿不就好了吗？是不是？还有你，上次你结婚，嘉欣给你包了600吧？你直接打个对折，你可真是无视的很轻松啊！那我也包600，总可以了吧？好呀，你呢？那我包1000吧。这就对了吧？大家都是好同事，对不对？要互相帮忙的，对不对？对。现在嘉欣怀孕了，我们都要好好照顾她。所以呢，从此啊，再也不接受跑腿的工作。你们想吃什么呢？就自己买。哎，嘉欣，我们走。哎，不是，这我花过钱的，怎么这种人呢？记得啊，燕窝呢是早晚空腹吃的，珍珠粉呢对气管好，芝麻糊呢润肠的。待会儿进入菜市场呢，我们买只鸡，一回家你就先把鸡汤给炖上。啊，我炖啊？妈，我没炖过鸡汤，我哪会啊？你不会上网去查呀？这么大个人了，怎么连煲个鸡汤都不会？真是。到底把孩子藏在哪儿了？你再不交出来，我报警了，你信不信？那你答应我的条件啊，要不然你永远都别想听孩子。你不要拉死那孩子要挟我，要不是因为这孩子，我根本就不可能跟你结婚。他就离呀！你给我站住！妈，你话看吧说清楚。现在这社会啊，要想结婚容易，可是真有感情的话，太难喽。就好像当初我和这人他爸，在没有感情基础下，匆匆忙忙就结婚了。结果呢，我发现呀，他是看到我身后的家产，所以我想啊，我不能够啊，我必须马上立刻就摆脱这个错误。哎，什么都没想就签了离婚协议了。这倒好，人家呢走的是潇潇洒洒、轻轻松松，对我呢什么责任都不用负。那你说说看啊，如果现在再让你回到从前，你会怎么做？嫁娶啊！她是嫁出去啊，不是，我是嫁出去，她是娶进来呀。那当老公的当然要负责任了。我呢，会在离婚前合法的把属于我的财产过户到我的名下，然后呢，再让她白纸黑字写的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她该对我负的责任。哎，总之吧，这女人啊，就是应该好好的学会保护好自己。你说的没错，这没有感情基础又没有法律保护的婚姻实在是太危险了。心疼女儿了吧？你终于知道我心里的苦了。是啊，要不是你提醒我，我差点忘了我最应该保护的人是谁。那不是我吗？易总，按照你的意思，已经帮你拟好了协议。好，协议内容有涉及到陈嘉欣的权益吧？这个你放心，绝对公平公正。到时候你和陈小姐都不会吃亏。那我让陈小姐带回去给你。好，但是先不要让嘉欣知道这件事情。好的，我明白，放心。那先这样吧。离婚这件事情，从来都不可能是双方共赢的。请进。沈律师，您找我？你帮我把这个
带给易总。您都知道了。你忘了，我是易总的律师。陈嘉欣，我跟你说啊，你搬去王家之后，你可千万不要做家务，最多洗洗你自己的衣服，知道没？呀，我都要搬走了，我还买这么多大包装的东西。好吧，好吧，那我去换个小包装的，然后，你去看看还需要买些什么，然后我们最后生鲜区碰面，好吗？我知道了。我走了啊。薯片。陈嘉欣，陈嘉欣女士，陈嘉欣女士，请至服务台，请至服务台。是说好在生鲜区碰面吗？幸好你没走远啊。是你找我啊？这些东西是你的吧？谢谢啊。哎，最近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总是忘东忘西的。这个文件对你很重要吗？这是我们公司的机密，让我负责转交的。哎，你最近怎么样啊？挺好的呀。知道孩子的爸爸愿意负责，我特别替你开心。看来我送你的幸运筹码挺管用的。谢谢你，不过你的好运该还给你了。陈嘉欣，你什么情况？你说好在生鲜区。这位是哦，这位是我的之前的一个朋友。你好，我是迪伦，嘉欣的朋友。你好。嘉欣，你有我手机号码，以后如果有事可以打电话给我。哦，那我先走了，拜拜。上半年度销售额对比去年同期增加了5%，然而承接的老牌商品传承香皂却连续的18个月销售下滑。现在消费者更偏好使用沐浴乳，对皂类产品的需求量减少有关。易总，传承香皂是不是该停产？不行。好，易总的意思是说，这个议题大家可以先放一放。今天咱们就讨论到这儿，好吧？散会。你怎么了？心情不好？我绝对不能传令停手。哎呀，我看你还是先想想找谁去坐镇花鸟岛工厂吧。董事长又不肯裁员，但那边工作环境实在太差了，公司根本没有人想过去。我呢，已经找好人选了。谁啊？而且这个人已经在路上了。啊？下午呢，我要把嘉欣接回我家，所以呢，公司的事就交给你了，帮我定好了。好。哎，乔总，那边请。你们办公室这么小，连个沙发都没有，哎，怎么招待客人？总公司没有拆了这破工厂，简直是在做善事。你要嫌我们这儿不好，你可以回你大上海啊！上来就指手画脚的，
你是哪位呀？两位，我这个人呢，其实很低调的，但我还是要劝劝你们，在给总公司的人下马威时，是不是先应该查清他的背景啊？谁不知道啊？你是易总的表弟，可是那有什么用啊？我们嘉欣还是易总的老婆呢，他也没你嘚瑟呀。小伙子，不要嘚瑟得太久，等嘉欣肚子里的娃一出生，他就算半个花鸟岛的人，那个时候有你什么事儿啊？什么？我哥有孩子了？回来啦！哎呀，可算把你们给盼回来了。这就是心怡的媳妇儿嘉欣是吧？哎呦，这长得真秀气啊！哎，我听说你是学舞蹈的呀，是不是去很多地方巡演啊？那嘉欣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个呢是我的姑姑秀玲，之前挪用公司的公款，发现之后卷款逃走的那个。现在离婚没地方住，所以就暂时住到我们家了。姑姑你好，我是嘉欣，我和希逸是在游轮上认识的。好，好，好！哎，游轮呐，游轮好啊！来了，奶奶，欣雅，先去把嘉欣的信放好，我带孙媳妇儿去参观一下新家。有点东西，我一定让你看一看。来，你看这个地方很特别吧？希逸的爷爷和爸常常待在这里聊天，而希逸小的时候也常常来这里玩，有的时候还偷偷躲起来，让我们找不着他呢。没错，蓝。托你的福，我才从敌人那儿抢到的。说起来，咱们俩缘分不浅呢。什么？你大哥怀孕了？啊，不是，他媳妇儿怀孕了？怎么这么快的速度？不可能啊！是啊，整个花鸟岛的人都知道了，就我们不知道，还说办酒的时候整个岛的人都参加了。妈，你看就没通知我们，他根本就没把我们当一家人。过分，太过分，实在是太过分。对呀，我们在这里一点存在感都没有。现在大嫂肚子里又有孩子了，奶奶都会把重心放在曾孙身上，到时候就更加不管我们了。你傻呀？存在感？你要存在感，那你去奶奶面前刷脸呢？哎呦，再说了，怀孕怎么了？前3个月那种子中不中来还不一定呢，说什么都太早了。只有一张床，晚上要怎么睡啊？难道……这就是丑小鸭和白天鹅的区别吧。我已经跟你男朋友保证过了，等一生下孩子，我就安安静静的离开，绝对不会让你发现我的存在。他真的很在意你，也很爱你。
自说自话完了吗？看来只剩下沙发可以睡了。哦，谢谢，我睡沙发就行了，没关系的。是你睡沙发呀，不然我把床让给你啊。热的牛奶，奶奶给的。哦。现在我们聊点正经的事情吧。董事长，客人到了啊，请坐。董事长，这么晚了找我，有什么急事吗？啊，别紧张，不是什么急事。我想请你帮我拟一份文件，但是文件的内容务必对所有人都保密。好。这是给我的。你我都很清楚，咱们结婚的原因跟目的。我的未来世界中没有你。这句话虽然很难听，但是都是将来咱们要面对的。陈嘉欣，你是一个好女孩，我不想亏了你。合同上白纸黑字写得很清楚，赡养费、房子、工作，我都会给你安排好。不需要。陈嘉欣，拒绝别人之前，要先想清楚。你现在是小西米的妈妈，我可以保护你、照顾你，甚至在公司给你出气。可这不是一辈子的事情，以后呢？以你的情况，没有我的时候，谁来照顾你？你是不是怕我以后会接着小西米回来找你？我不会的。也许会，也许不会。未来的事情谁都说不好。相信别人之前，要先保护好自己，这是我一直处事的原则。我如果是你，我就不会这么快的答复，而先想清楚，我能从这段婚姻中获得什么。我给你3天的时间，好好考虑。现在也是你给我谈条件最好的机会，物质上不过分的，我都会满足你。这里本来就是属于王子和公主的城堡，我只是不小心经过了。走。签好了。我会签10
是因为我知道小西米跟着你才是最好的选择。但是我不要你的钱，因为我不是卖孩子。没人说你是卖孩子。我知道，但我还是不要你的钱。我会比任何人都努力生活，堂堂正正的回来看我的小西米。还有，还你。陈嘉欣，放心吧，我不会跟奶奶说的。停车！你干嘛？你不用送我了，我就在这下车。奶奶说让我送。奶奶不会知道的。你不是不顺路吗？你是在生我气？没有，你说的都是大实话，只是口气冷了点，太理智了点，不近人情了点。你说的都对。你明明就是在生我气。同样的话，你不这样讲，我也可以听得懂。可是你偏要挑最次的方法讲。我知道，你是想让我早点看清现实。可是我连心里默默不舒服的权利都没有吗？也不是没有。那我走了。奇怪，小叶他们今天怎么没让我帮忙带东西呢？让一个，抱歉，麻烦让一个。谢谢。啊，麻烦让一让，谢谢。这个是他。让你吃啊，谢谢。我自己抬，我自己抬就好，我自己抬啊。哎，给我倒杯咖啡。好的。哎，嘉欣，我来吧，你去休息。啊，我来。哎，你们谁帮我打下文件？我来。行。张宇呀。这是我的桌子吧？好像。不好意思啊，我今天第一天来报道，是他们让我坐在这儿的。是不是哪里出什么差错了？没事。嘉欣，过来一下。哦。从今天开始，你正式成为我的特助。